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部犯罪题材的日本新片。影片集结了大家所熟悉的日本演员铃野刚、小松菜奈、小林聪美，并在素有日本奥斯卡之称的电影学院奖上横扫10项提名，必锁病房。全片沉重而压抑，讲述妻子出轨后被继父强暴、被家人抛弃的3个命运悲惨的可怜人，他们重新找回生活自信的治愈故事。故事发生在一间偏僻的精神病院，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思维不正常是应该的，但如果精神或是思维正常的人偏偏要住在这里，这反倒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情。在六王寺病院中，就有着这样3位思维是正常的，但偏偏又长期住在医院里的患者。其中有一个名叫秀丸的老头，他一家是依靠政府的救济金过活。许多年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秀丸提前下班回到家中，刚好撞见了妻子和隔壁老王在欲仙欲死。恼羞成怒的秀丸结果了这对奸夫淫妇，当然他也有了杀人偿命的觉悟，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将会判处死刑，而一旦他被判处死刑，自己的母亲将无人照料。他亲手勒死了无人照顾的患有阿兹海默的老母亲后身陷囹圄，因为杀害妻子和母亲被判处了死刑。在法院判决秀丸死刑之后，当秀丸缓缓走上绞刑架之时，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再次捉弄了他。执行绞刑之后，法医按照程序进行了例行检查。也就在这时，秀丸渐渐地苏醒了起来，但是绞刑对他的脊柱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从此之后他只能依靠轮椅度日。由于2度行刑会招来社会的谴责，法院只能对外谎称意外死亡，将他秘密地转移到了精神病院。如今秀丸年事也高，行动不便，每天把自己关在逃逸室里，避免给他人增添麻烦。说来可笑，他又这样在法律上获得了永生。还有一位名叫种本的癫痫病患者，他每次疾病发作就会倒地抽搐，还曾因为幻听出现过激烈的行为。为了给家人减轻负担，他主动选择住院接受治疗。经过治疗后的种本已经慢慢地恢复了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是他出于对社会的畏惧心理，宁愿躲藏在六王寺医院的精神病患者之中。而对于种本的家人来说，把种本丢在精神病院，任其自生自灭，也省去了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家人的想法更加让种本对于回归社会心灰意冷。由于癫痫病不发作时和常人无异，他便经常利用外出的机会做起了代购，在院外买到的东西转手卖给病友赚取差价。可他依旧有着发病的时候。某天弟弟妹妹来找他，说要把母亲送到养老院，还要卖掉老房子。种本接受不了这些，弟弟妹妹离开后，他不受控制地挣扎着起来。精神病人就是这样，可能他平时一点反常的病症都没有，但在某一个点爆发之后，他们就会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除此之外，这里还住着喜欢摄影的脑瘫少年昭八，和每周出院跟女儿团聚的早苗太太，还有自称医生的被害妄想症大叔，以及被重点看管的毒瘾患者。当然还有他，女高中生游纪。她是因为自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说一句话，从而被母亲送到了六王寺病院。医生很快就发现了不寻常之处，每当提及女孩继父的时候，游纪明显显得十分不安。当她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已经怀孕时，随即跑到了医院的顶楼，纵身跳下。但还好，枝繁叶茂的大树接住了她，只是受了点轻微的擦伤。当她听到医生告诉自己已经流产的时候，女孩游纪反而是松了一口气。原来女孩腹中的孩子是继父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将游纪强暴后的产物。作为长途汽车司机的继父，在工作结束后回到家中，发现游纪已经被送到了六王寺医院。他马上来到医院，给游纪办了出院手续，将其接回了家中。心中充满恐惧的游纪想把真相告诉母亲，但未曾想母亲对于继父的受刑早已是心知肚明。但母亲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敢怒而不敢言，并且还在埋怨女儿。而他也希望游纪可以继续住在精神病院，这样自己也可以好好过清静的日子。为了维持自己的婚姻，母亲再一次将游纪送到了精神病院进行看管。可怜的游纪再一次住进了六王寺医院，与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起。但这反倒是让游纪感到了些许安全感。令游纪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的病患大多数很友善，很温暖。住院后，游纪很快就被大家所接受。这里的人十分单纯，游纪漂亮温和，话不多，大家都很喜欢她。在医院里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无聊，游纪很喜欢秀丸的陶艺工坊，经常来这里帮忙。医院里也有一个让人人都讨厌的家伙，就是那个毒瘾患者，每天都有好几名男护士跟着他，就怕他突然发疯袭击他人。但他的症状似乎减轻了不少，男护士们也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为之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秀丸手把手地教他做陶艺，种本邀请他一起逛街采购，就连昭八也格外的喜欢给他拍照。他们很快就成为了亲密无间的伙伴，甚至畅想即便有一天离开了医院，也要像现在一样继续生活在一起。然而好景不长，
一连串的意外打破了这样的宁静。先是周末外出的早苗太太被人发现死在了海边的公园里，在之后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候，游纪去拿供奉早苗太太的花瓶，但却遭遇到了那个毒瘾患者的性侵。事发当晚，游纪就不告而别离开了这里，并且从此失去了任何消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整件事恰好被朝八拍摄了下来，并且第二天交给了种本和秀丸。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秀丸要求种本删除照片，随后从逃逸室里偷出小刀，决定独自推着轮椅去找毒瘾患者复仇。结果对方大意轻敌，又经不起挑衅，直接被一刀毙命。而秀丸则因为再度杀人而被捕。秀丸被警察带走的那天，精神病院的所有人都为他送行，而等待他的是再一次面临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在那之后，种本得到了医院的允许，他出院了，但是游纪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家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去了哪里。种本很快就适应了正常的生活，但是他最关心的是秀丸的审判。其实对于法院来说，很难处理秀丸，难道是再让他死一次吗？等到庭审的那天，刚到法院，秀丸居然看见了游纪，游纪看起来很好。游纪说那天晚上他离开了医院，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走着，差一点就死在冰冷的街头，但好在被一个舞女叫醒。在天亮的时候，游纪看着日出，还是决定要好好活下去。这时他也在报纸上看到了秀丸的新闻。现在游纪是作为秀丸的证人参加审判，他要向法院说明那天发生的一切。对于游纪的再次出现，秀丸很是惊讶，因为秀丸认为自己哪怕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关系的。但接下来游纪所说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游纪当众说出了自己被强暴的伤心往事，并依然坚定地鼓励着秀丸，是秀丸先生救了我，在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所以我希望秀丸先生可以一直活下去。虽然秀丸最终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他有了活下去的信念。在片尾，秀丸改变了一心求死的心境，并尝试着从轮椅上站起来。虽然2度失败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依然获得了一种叫做希望和信念的东西。或许我们为了生活的奔波而满身泥泞，甚至遍体鳞伤，但所幸有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所幸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片中讲述的精神病院患者不仅仅是被家人的嫌弃，甚至是社会舆论的歧视，他们的遭遇时刻挑动着观众的神经。比如得知种本是来自精神病院后，路人便抱以警惕的心理，认为精神病患者不配拥有自由和人权。再比如秀丸之所以犯下杀人的罪行，是因为他捉奸在床后手刃奸夫淫妇，随后又担心母亲的瘫痪无人照料，于是忍痛结束了他的生命。这些充满悲情的遭遇让他们始终对自己缺乏认同，即便是走出病房沐浴在阳光之下，他们总是一副佝偻自卑的姿态。这也像片名所暗示的，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被残疾所夺去健康，而是受尽社会以及身边人的漠视和歧视，从而无法摆脱心理上的闭锁困境。但影片也并不是灰色到底，就像这间病院对于患者而言，既是囚禁自由的牢笼，也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相较于院外那些所谓正常人的自私和冰冷，精神病院里的那些医护和患者至少是懂得抱团取暖，惺惺相惜，时时彰显出了人性的善良和温暖。由血缘婚姻所缔造的家庭里，也可能关系冷漠，甚至出现暴力、性侵等人间悲剧。本不相干的几个沦落人，却有可能在共同的逆境中萌生出温暖和羁绊。这部电影和《小偷家族》都是基于家庭关系已经渐渐解体的状况下，讨论人类是否还需要新的彼此温暖的社会关系。很显然，2部电影的导演认为是需要的。在《小偷家族》的结尾中，信代独自揽下了所有罪行，而闭锁病房里的秀丸为了给游纪复仇，做好了一切面对法律的准备。在东方的民族社会中，在感情上对于家庭的依赖程度是很大的，而当面对几千年来东方社会至关重要的家庭关系开始渐渐崩塌的时候，东方人的失落感是尤为强烈的。就算我们身处灰暗之时，也要永远心怀希望和善良，去尽可能的对他人多一点善意，那么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我是小明，我们下期再见。秀丸さんに助けられてきました。やり直せ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かった時も、立ち上がる力をもらいました。だから秀丸さんにも生きてほしいんです。